우리끼리 가요, 선배. 소개팅 하실래요? 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呀！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漫改清新甜宠韩剧《柔美的细胞们》第2章。上一章讲到，30多岁的大龄剩女柔美，曾是个爱情至上的恋爱脑，但3年前遇到渣男，心灵受到严重创伤，也导致她的爱情细胞陷入休眠，不再拥有爱情。她和体内的其他细胞处在渴望爱情又惧怕爱情的两难境地。之后成为工作狂属性的她，在职场中还算一帆风顺。新来的年轻同事雨姬吸引了他的眼球，为了久违的爱情，体内的细胞想尽办法让两人有了碰撞，擦出火花。但是另一年轻女同事 Ruby 也对雨姬有所想法，柔美在对抗中明显处于下风。关键时刻，爱情细胞苏醒，为感情事业带来了转机。正片开始，柔美大胆地说出了久违的对爱情的期待，雨姬一时有些吃惊，好像没想到看似无聊的前辈会做出主动的决定。一旁的 Ruby 看着突然被逆转的结局，则是被气到满脸通红，小脸嘟得圆鼓鼓的。雨姬看了 Ruby 一眼，又看了柔美一眼，笑着和柔美定下了两人的约会。细胞们也同时欢呼雀跃，庆祝这久违的约会。爱情细胞突然发现，时尚细胞许久未见，约会的话，一番打扮是不可或缺的。此时的时尚细胞在细胞村的监狱中，拿着小铲子挖着越狱的地道。他曾经因为一条7万韩元的裙子，让柔美多花了100万韩元，准备去泰国普吉岛的旅行，但最终被塑料姐妹花坑了一把，花光了3个月的工资，计划却全部泡汤。时尚细胞自此锒铛入狱，柔美也没了时尚的感觉。为了此次的约会，爱情细胞和理性细胞将时尚细胞保释出来，帮她好好打扮一番。但是时尚细胞一番抱怨，在这3年期间，柔美竟然一件衣服也没有买过。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但时尚细胞还真有其他办法。约会的主题定位了无妆胜有妆，阁下是看金庸老师的书迷吧，精辟。另一方面，彩票细胞借此机会发起了一波竞猜，约会的肢体接触会进展到哪个阶段呢？大多数细胞纷纷表示，这块地荒了3年了，久旱逢甘霖呐，该好好的滋润一下了。不得不说，体内有这帮细胞，柔美肯定知道很多乌七八糟的知识。最后，今天就决定是你了。柔美选择了和平常无差的妆容和装扮，这就是时尚细胞的杀招。理性细胞表示还不如连衣裙呢，起码方便。雨姬此时打电话过来，因为她出门忘拿手机，借用了路人的电话。柔美问雨姬怎么记得她的电话，雨姬表示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这话直接填到了心坎里。柔美像心绞痛一样捂着胸口，但是表情是甜蜜的。她的细胞们更是直接原地高潮，不能自已。柔美抵达约定的公园后，还没找到雨姬，竟然发现 Ruby 也来了，而且一身明显的约会打扮，小清新连衣裙。理性细胞诚不欺我，时尚细胞是 Ruby 派来的卧底吧，直接准备开溜了。此时 Ruby 也看到了柔美，柔美为了先一步找到雨姬，就开始和时间赛跑。有一说一，柔美的体力还是很好的， Ruby 跑了2步就不行了，路上遇见一个晨练的大哥，也被柔美甩在了身后。柔美越跑越离谱，还加上了跑酷元素和子弹时间，女侠好身手啊！最终，柔美先一步找到了雨姬，拉起她的手，直接开溜。柔美此刻只想赶紧离开公园，彻底甩掉 Ruby。两人坐在出租车上，阴魂不散的 Ruby 不停地打着柔美的电话，也是很执着的呢。Ruby 跑路跑到脚底板接受不了，坐在公园当起了吉祥物，看着一对一对的情侣从面前走过。柔美和雨姬来到一家餐厅，她的细胞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好好的享受两人世界了。雨姬比起柔美则更加主动，感觉很像一个撩妹高手，聊天语气十分暧昧。柔美表面上若有所思，内心戏十足的她实则非常激动。细胞们围着爱心坐好，静待吃瓜。雨姬问柔美有没有什么公司同事不知道的秘密男友，这么问就很容易让人产生暧昧的好吗？感性细胞一把抓住理性细胞，感觉已经受不了了，心脏快要炸了。柔美和细胞们都在期待雨姬的下一句，仿佛下一句话就是板上钉钉一样的存在。但是雨姬还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呀。她问柔美想去参加相亲吗？刹那间，柔美和细胞们直接透心凉，
爱情细胞的大红心直接漏气，掉在面前。原本阳光明媚的天空，直接乌云密布，接着雨淋湿了天空，毁得很讲究。雨姬表示，他有个哥哥，感觉和柔美很配，有没有兴趣见一见？所以，雨姬之前的一番大献殷勤，让人产生误会的表现，只是为了向柔美介绍他的欧巴，套路很深呐，少年。柔美失望至极，内心一如3年之前，大雨滂沱。爱情细胞主动出击，却失了手，让人不禁怀疑，真正的爱情是怎么样的？爱情细胞不是被雨姬的关心唤醒了吗？为什么结果是这样的？雨姬表示，柔美是个好人，他哥哥也是老好人。柔美太过失望，直接问到雨姬，那为什么不是他俩交往？雨姬吃了一惊，但样子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柔美马上表示，开玩笑的。柔美换了一种问法，为什么想着给别人牵线？他有女朋友吗？雨姬表示没有，但是有喜欢的人了。柔美顺理成章地以为是 Ruby， 内心直接爆发了洪灾，爱情细胞又一次大祸临头。雨姬紧接着表示，那个人不是女生。虽然这个答案比 Ruby 好了很多，但是依然很难让柔美接受，体内的眼泪水位已经非常危险，随时有可能决堤。但理性细胞和伙伴们为了保护柔美最后的尊严，拼命地将表情维持在开心状态。雨姬觉得柔美是个可以信任的人，才将秘密说了出来，这样看起来2个人发展成闺蜜倒是有很大可能。柔美也答应了雨姬的相亲请求。雨姬接过柔美的手机，在上面存下一个号码，备注是巨熊。没错，正是本剧的男主角。理性细胞虽然尽了全力，但最终还是绷不住啊。柔美悄悄地落了泪。别哭啊，男1号已经在快递的路上了，而且这波不亏啊，既得了一个集美，又收获一个男友，实乃一举两得。此时 Ruby 又打来电话，柔美让雨姬帮忙接一下，她借机去了卫生间，放声大哭起来，也算是帮体内的细胞泄洪了。雨姬随后联系了巨熊，安排了男女主的第一次会面，这样的集美真是难得呀，比之前那个坑钱的好多了。与此同时，真正的女2号也随之上线，是男主的同事，叫做赛里，她才是柔美的真正的情敌。巨熊和柔美同龄，还没见面呢，赛里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让巨熊不要太当真，当做闲聊应付一下得了。但是巨熊的确有主见，他表示既然要见，就要认真对待。赛里碰了一鼻子灰，但他俩也没有确定什么关系，也不好继续再说下去。雨姬办事也是很靠谱的，他把柔美的联系方式发给了巨熊，让巨熊主动联系柔美约时间地点，也算是帮人帮到底。巨熊第一时间跟柔美打了招呼，但失落的柔美对此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倒头就睡了过去。因为本次洪水，本我细胞和爱情细胞下落不明，细胞们都十分难过。好在他俩都没事，一起飘到了一座海边小岛。但是爱情细胞似乎已经对爱情不抱有希望了。另一方面，细胞们的表情控制感坏掉了，导致柔美现在一直板着脸。但是明天还有和巨熊的相亲呢，该怎么办呢？感性细胞拿出了一个假笑细胞，让柔美强颜欢笑起来，看起来跟个二愣子一样。另一边，巨熊打算以一身随意的装扮赴约，赛里都看不下去了，这也太随意了吧。巨熊顺水推舟，这不是赛里希望的样子吗？应付一下。赛里背对的难受，表面上说不在乎巨熊，但心里喜欢的要命。巨熊其实也是在雨姬的盛情邀请和对柔美的赞许之下才答应的这次相亲，但也并没有抱过什么希望。第二天，巨熊果然是一身随意的装扮，约在了公园喷泉前面。观众老爷们相信一见钟情吗？接下来请欣赏男主为大家带来的一见钟情的主题表演。随着一阵甜蜜的 BGM， 戴着降噪蓝牙耳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巨熊抬头看见了柔美，时间仿佛在此刻凝固。他缓缓站起身，内心戏告诉他这感觉是怎么回事。这长相完全戳在他的审美点上了。摘掉耳机，连声音都非常的悦耳。巨熊瞬间不会说话了。柔美以为是认错人了，转身要走。巨熊这时回过神来，他的细胞们开始思考对策，但是脑海一片空白，这一定就是真正的爱情了。下一章中，巨熊和柔美开始约会，两人的内心戏都非常的多，显得十分合拍。巨熊也因为柔美开始注意起外观。柔美的细胞们为了维护这来之不易的爱情，小心翼翼地处理着身边的一切，同时
柔美和情敌也开始行动，她的同事兼吃瓜群众也前排坐好，恋爱故事正式开始。那么，柔美和巨熊的第一次约会进展如何呢？我们下一章再见分享。本章故事就到此为止了，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请点赞和关注吧，可以提前看到更新哦。